肖战又在海外疯狂上大分，把中国市场的话语权再次扳回一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按照常理来说，肖战虽然是顶流，但是公开行程真是屈指可数，在国内基本可以归纳为零，无综艺无演出，目前更无新剧在播。这种情况下，肖战的存在感有多高？就像网友说的，三天两头的在热搜上，可是热搜内容并没有最新消息，不是旧照就是旧视频，还有旧话题。其实肖战并不是没有最新消息在社交平台上活跃，只是被强行的用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强行的带偏了而已。就比如代言的品牌 Gucci 已经连续3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同时也是此次将要在上海举办的古之环宇典藏展的预热。看似普通，其实并不普通的一次广告片。这是继 TODS 将全球首发的广告大片重心放在中国代言人肖战身上后，代言的另外一个奢牌 Gucci 强势接力，也将全球大片重心放在了中国代言人肖战的身上，力度不比 TODS 差。连续2次在海外上分的肖战，这是成功的把高奢在中国市场的话语权再次扳回一城。当然，这也是作为总部直签的好处，没有中间商的盘剥、拍杂志、站台，没有任何掺假的影响力，自然也得到了最顶的牌面和待遇。此次肖战不仅是典藏展的开展人，拍摄的大片是全球放送，比官宣肖战为品牌代言人时的规格还要正式，可以变相的理解，这是再次升级的深度合作。在疫情之前，如果说奢牌和肖战的合作被外界所理解的是超强商业价值和卓绝的号召力优势，这次在参加完米兰品牌大秀之后，被总部留下在佛罗伦萨继续工作，还拍摄了大展的宣传片，同步超40个国家和地区，无网同步官宣，实体杂志和线上软媒都以肖战于佛罗伦萨深入探索Gucci环宇精髓为点，这是对肖战在海外影响力的最直接的认可。开云集团也转发宣传，也证明此次大展的重要性。然而你说他压热度了吧？他还给你安排了几个没啥看点的热搜话题，平常发广告随手就来了肖战 XXX 造型，在这么长脸的话题拖了3天，看到讨论越来越高之后，勉强给了一个肖战Gucci外网官网刷屏的热搜。在这个话题上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肖战被压了热度。有趣的是，他们不仅要压热度，肉眼可见的有几波看不见的敌人频繁出手，扭转本该关注的方向和粉丝的注意力。但不得不说，透过故意遮挡在肖战身上的这双手来看，就会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是在营销号那里看到了付费投稿2次加工的视频，但没成想被这些以流量为生的营销号拒绝了。紧接着就是狗仔的跟拍、脱粉回踩和 P 了又 P 的恋情绯闻。然而这些并不是吃瓜群众感兴趣的部分，同时还有放出成名前的旧照，不过也是有好处的。那些很少被看到的旧照出现原图，原本被拿来恶意 P 图给肖战扣上没素质的人设，都在原图出来后被打脸。可以看出，一方面想通过强行的制造出粉丝之间的撕扯，给肖战按上依旧有粉丝风险的属性，来影响正在找他意向合作的选择。真正的绝世大饼都是悄悄进行的。另外一方面，通过强行压热度，第一可以降低肖战影响力的话题度和关注度，第二也不想因为让大家看到肖战在国际奢牌那里拿到的待遇，被人识破内娱那些人的待遇有多水，不仅倒贴，甚至把倒贴之后吹得天上有地下无。不过这些都是小儿科，算不上是什么高明的手段，更上不得台面。看到更荒谬的事情在肖战身上再次发生，能做出冒充工作室人员去和品牌谈合作，确实被对手的手段惊到了。不敢想象，如果真有品牌极力的想和肖战达成合作而被欺骗，将会掀起怎样的风波。结语粉丝从来都不知道肖战到底是什么安排，在准备什么，所以每次出来不管是什么载体的内容，粉丝永远都是惊喜，对手也不知道肖战在做什么，所以只能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手脚并用，乱拳齐挥。他们相信总有一拳会落在肖战身上，
打中粉丝的敏感痛点。然而，透过这些虚假的表面看本质，肖战的粉丝非常稳定，并没有因为那些下作的手段影响到，反而激起了对肖战的保护欲和更加坚定的陪伴。